这是一些素材网站的免费素材，它们有些是现实世界实拍的照片，有些是偏场景道具的物品素材，也有一些是非常二次元的人物角色，以及偏向于卡通风格的物品图片。现在我们把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免费素材全部一股脑放进一个屏幕里边，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坨狗屎。《神之天平》这款游戏的画面运用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免费素材，并且把它们一股脑的塞进场景里，中间夹杂着粗糙的纹理衔接线以及抠图没抠完的边角残余。那么对大部分玩家来讲，第一眼看到的画面绝对是一坨屎。打开游戏，你可以看到森林风格的屎、神秘洞穴的屎、火山的屎、魔王城的屎、未来世界的屎，那些五彩斑斓、各式各样的免费素材搭配成了五颜六色、缤纷绚丽的屎，狠狠地霸凌你的眼球，折磨你的审美，拷打你的感官。但是基本上我认识的每个玩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会 M 属性大爆发，自愿感受这种画面带来的折磨，持续的去玩这款游戏，然后 S 属性也大爆发，神之天平启动。Good evening, everyone. Long before time had a name, the first Spinjitzu master created. 在画面表现如此离谱的前提下，神之天平还是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如此多玩家，并且收获了极高的好评率，让它成为2022年独立游戏界大杀四方，在国内玩家群体中独树一帜的作品。这就证明它在某些方面一定做到了独一份的玩家体验。可能有些玩家点进来是因为听说过游戏，但不知道该不该买，懒得听我后面整篇的玩法、系统、背景一类的游戏鉴赏。那我这有个对很多玩家而言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来判断你玩这个游戏是否能够获得乐趣。假如你小时候在4399玩过一款叫做《造梦西游》的游戏，并且小时候还挺喜欢玩《造梦西游》的话，那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喜欢《神之天平》，并且它的乐趣、爽感和内容比10个《造梦西游》加起来还多。《神之天平》的玩法很简单，就是横版卷轴动作战斗、清怪打 BOSS、过场剧情，基本上就是一条线走到底，没什么支线任务和剧情。驱动玩家继续玩下去的动力就是2点：其一是在成长系统的驱动下，刷怪变得更强，再去打更强的怪，然后刷更强的怪变得更强，打更强的怪。在这个过程中解锁新的能力、新的武器，进入新的场景、新的怪物、新的 BOSS， 这是很多游戏通用的成长逻辑，但神之天平在这点上做的真的非常好，让玩家在整个游戏里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正反馈。其二是靠游戏的主线剧情吸引，让玩家想要了解下一阶段的故事。在剧情这方面，虽然画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演出的感染力，但作者挑选了相当合适的音乐，用一层又一层的情节铺垫和反转，让整个游戏的剧情体验也达到了优秀水准。先说说游戏的成长系统，神之天平的角色成长系统非常丰富，除了常见的升级加点、装备制造以外，还加入了被动技能、装备熟练度、角色晶体成长数以及天平系统，把角色的成长从升级、获得好装备这样一个一个的大目标细分成了节奏更快、更花哨的小目标，让正反馈更加频繁、更加及时，也让玩家每次打怪的目的更明确。玩家在游戏里获得的每一件装备都有一个熟练度，玩家用它们打够一定的怪，练满装备的熟练度，就可以解锁一个对应的被动技能，或者获得提高被动技能使用上限的水晶。这些被动技能的用途五花八门，能够凑出各种强力的构筑和加成，也可能在很多特定的场景有奇效。同时开启被动技能的数量又受到技能上限水晶的限制，这就让人很想搜集每个装备，练满它们的熟练度，看看用这件装备刷怪有什么奖励，丰富自己的被动技能种类，或者让自己能开启更多的被动技能。这个时候就巧了，因为制造装备需要的素材和金钱同样是依靠刷怪掉落的，打一分工赚2份钱，直接让刷怪的回报感和正反馈拉满。每次刚刚把一个装备的熟练度刷满，获得了一个新的被动技能，转眼到了商店一看，刷到的素材正好也够做新装备了，于是就换上更强的新装备和被动技能，又开始在更快更爽的条件下开始下一波刷怪，刷出下一件装备。而与此同时，中间刷的过程也不会让玩家干等着，不同属性的小怪固定掉落的晶体还可以在成长树系统兑换奖励，这些奖励包括属性加点、新装备、被动技能上限，还有新的炫酷大招。在流程中收集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哪怕是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的任务道具，都有一个最业值。玩家可以把这些拥有不同加成特性的物品放在自己的天平上，让天平尽可能的平衡，从而获得各种各样的大幅强化与提升。这些系统让玩家打的每一个小怪都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战力提升，变成实实在在的新内容，体现在自己角色的身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份工2份钱，或者一鱼3、4吃的水平了，这是把线性的成长系统织成了一张网，用源源不断彼此交织的奖励和正反馈来给玩家的大脑进行一次深度按摩。这也是很多人说这款游戏治好自己电子阳痿的原因，因为它包爽。各位学生狗、科研狗、打工人，哪个不是在这个时代受尽了辛苦，已经看透了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努力就会有回报这种童话，在学习和工作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努力再努力，也没有改变命运的希望。但是在小时候又一直被学校反复灌输努力就会有回报的思维，所以还没有摆脱这句话的阴影。在这个时候想稍微的在游戏里逃避一下，但是发现那么多游戏都在向你喂屎，花了钱浪费了时间也不爽。这个时候遇到这么一款努力了就会有回报、成长系统完全服务于玩家的游戏，又怎么可能玩起来不舒服？在这么丰富的成长系统的包围下，玩家的任何一场战斗，杀的任何一个小怪都不是无用功，都能让你变得更强，这才让玩家会去期待后面的场景和内容，
会期待后面更强大的 BOSS， 给自己的新武器、新能力找个足够强的对练，来给自己努力的结果一个发挥的空间，这样玩家就会有源源不断玩下去的动力。整个系统的逻辑就是提高正反馈，增加角色成长到来的频率。这套逻辑其实相对简单，但谁说逻辑简单，成长数值就做起来简单？谁说简单就不能够好玩？对玩家来讲，重要的不是做内容的方法，还是内容给人的体验。而神之天平在这部分玩法上的体验，确实可以说是非常优秀。注意我说的是这部分，有些关卡设计上的一些瑕疵，然而可能让你在爽的过程中偶尔的被恶心到一下。我其实一直是很讨厌玩游戏查攻略的，因为我感觉这样会毁掉很多乐趣。但是对于神之天平这款游戏，某些地方不查攻略的后果，可能就是毁掉你的一天。尤其在部分关键剧情流程内容上塞入一些解谜的要素，但是这些解谜的引导和提示做得真的相当的复古，就纯纯的摁折磨人。比如第6章中段有个门打不开，提示让我找齐4个钥匙才能开门，但是后面我发现有一个钥匙的获取方式真的属实离谱。首先，整个地图有很多个场景，那么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藏在场景入口前面的空气路的尽头。是的，你没看错，空气路就在这个地方的下面。看到那个跟着场景阳光一闪一闪那条微弱的线没有？这条线是能走的，中间还断断续续，时不时有个坑让你能够优雅的掉下去摔死。走到尽头房间，终于看到了钥匙，然后它还有个空气墙。这个地方要怎么过呢？还是空气路，你要钻到这个房间的缝里边，然后他妈半天找不到路的地方，别扭的乱按，试来试去好几分钟找空气路，然后摸清右边的空气台阶落脚点，再从墙壁的缝里边钻出来拿钥匙。类似这种多此一举的解谜，在中间几章的游戏里会时不时跳出来恶心你一下，打断你的心流节奏。所以我极度建议大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遇到找不到路或者解谜摸不到头脑的地方，直接查攻略，不要犹豫，这不会影响你的游戏体验，只会从你的嘴里保护作者的家人。从玩法上来看，游戏的设计依旧瑕不掩瑜，体验感仍然是非常出色的。而从剧情上来看，游戏的剧情发挥就相当稳定了。除了通篇带有较强的南京色彩，我个人不建议女性玩家体验，也不建议女性玩家购买之外，没有其他明显的缺点。它的剧情该怎么说呢？它很传统，非常传统。这几十年来传统的日式角色扮演，勇者斗恶龙、最终幻想、超时空之轮，以及我曾经为大家讲过的废都物语，他们的王道感、史诗感、宿命感、友情、努力、热血、命运、时光、岁月、感动，这些一个优秀的 JRPG 应该有的东西，神之天平能够一个不落的带给你。它传统的甚至有点中规中矩，但是在各种世界观、人物设定上，它又是极度放飞自我的。在游戏的后期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设定在每章都能经历一次带有奇幻色彩的反转，每个主要角色也都能迎来自己的反转时刻。我后面玩着玩着就经常自言自语，我操，你竟然是他，我操，他竟然是他，我操，你也要杀我，我操，原来规则没有改变。诸如此类的意外和冲击此起彼伏，让玩家的心时刻跟着剧情的发展，在唏嘘、感动、悲伤、绝望、庆幸这些不同情节的情绪中，时刻好奇着后续的故事，好奇着角色们的结局，并且希望能够自己亲手创造一个完美结局。在剧情里写出类似的反转并不难，但是用足够的伏笔、足够的铺垫、足够的情感链接，让玩家真真正正的被这些情节打动，仍然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而神之天平实实在在的做到了这一点，它的剧情上做到的体验和它的玩法一样，都是优秀并且极其富有诚意的。而就是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最开始其实只是一个人凭着爱好花了14年的时间制作的免费独立游戏。2007年，一个普通上班族看着当时市面上的游戏阵容，不由得对新发售的游戏感到非常失望。它叫做《森重庆3》，游戏喜欢2D 动作 RPG 这一游戏种类，因为单纯的动作游戏通常对玩家的操作要求很高，而与 RPG 的养成元素结合的动作游戏，往往能通过培养角色的强度，降低对玩家在动作操作上的要求。只要玩家花更多心思培养角色，就能让游戏后期的难度大幅度降低。但在当时的日本游戏市场，这一类型的新游戏可谓寥寥。于是这位玩家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不要试着自己做一个游戏呢？他不太会用电脑，不懂画画，游戏策划之类的东西更是从未接触。不过把做游戏当做一个兴趣爱好，往游戏里加入自己的喜好与观点，这样的事情在闲下来的时间做倒也不坏。于是神之天平活过的证明，这款2D 动作 RPG 正式开始了开发。有些策划知识可以依靠自学和游戏经验获取，但是在游戏开发方面，编程和美术资源对森重庆3这样的开发者来讲都是难题。好在森重庆3对游戏的程序和画面表现没什么要求，程序方面主打能跑起来就行，只要写着写着效果能以不知道为什么的原因达成，那这部分代码就可以将就过去。就这样用 DX Library 开发工具，以乐高零件拼航母的方式构建了游戏的底，顺便做了一堆史山。而在美术方面则主打花木兰精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作者在各个免费游戏素材库里边实力淘沙，沙里淘金，搞了一大堆的免费美术素材资源，并且把它们拼成了场景、道具和 UI。 同时为了让那些怪物能动起来，自己打骨骼调动作，给这些免费素材注入了灵魂。然后这么一做就是14年。
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2011年福岛核泄漏、2019年平成时代终结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上班当打工人的业余时间进行繁琐的工作，中间2次停止开发，但是因为不想让前面的辛苦努力白费，还是继续把整个游戏给做完了，最终让他获得了日本免费游戏网站 Free Game 梦现的2021年度游戏大奖，与2009年登上当年榜首的神作《废都物语》齐名。而与此同时，青年人已经变成了中年人。神之天平活过的证明这一部作品已经成为他人生的烙印。如果故事仅仅进行到这里，那我们其实是玩不到现在的神之天平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神之天平全名叫做神之天平 Revision， 也就是原作的重制版。相比原作，它的很多例会角色都进行了高清重绘，修掉了史山代码，更新了优化，换成了高清大屏，整个翻新了一遍。而在这背后，发行商 DX Library 的开发者山田巧、香草社设计师 Shikata 等等业内人士，这些越来越多加入到游戏重制版制作中的热情高涨的人们，出于对游戏质量的认可以及对这部游戏内容的喜爱，让重置的开发工作得以在1年内顺利完成。而这个时候，独自努力了14年的森重庆三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又或者说他从来不是孤身一人，因为全世界无数的免费美术素材、音乐素材作者，他们无私的分享和奉献，一直默默地支撑着他游戏的开发。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连接起所有人实现梦想的王道故事。要知道，日式角色扮演游戏几乎从来不只讲一个人的故事，在例如王道漫画一样的游戏剧情中，主角会在一路上认识可以教育后辈的伙伴，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玩着这样游戏的人们，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象，如果自己就是游戏里的那个主角，那该有多好啊？于是，在整整15年后，我们能够在《神之天平》重制版游戏的剧情里，看到主角一路磕磕碰碰，经历了无数的挫折、黑暗、疲惫与绝望，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伙伴与战友，直到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也说出了那一句“你是我活过的证明”。在游戏结尾曲播放的那一刻，他遇到的所有苦难和绝望就此烟消云散。仔细想想，好像这段话既能用在游戏内，也能够用在游戏外的故事中呢。对作者森重庆三来讲，从做梦者成为造梦者，这一次他成为了主角，成为了在磨难与苦海中成长的主角，成为了在伙伴们的帮助下前行的主角，成为了有资格说出“你是我活过的证明”的主角。因为这样一款超越个人制作极限的作品，确确实实就是他活过的证明。一个平凡上班族在繁复生活的夹缝中挤出时间续写的活过的证明。感谢你看到这里，我叫阿烟。我的游戏鉴赏栏目会时常推荐配置要求较低、游戏质量不错的独立游戏，以及少数玩法独特的游戏大作，并给出我主观情绪化的解读和分析。除此之外，我的游戏奇妙物语栏目是更偏向游戏故事剧情的视频系列，本期投币过1万或收藏过2万，我会在游戏奇妙物语系列更新神之天平的剧情讲述，还请大家多多3连支持哦！坚持扩大游戏人口，为每一位轻中重度玩家以及游戏故事读者服务。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